今天我们继续来聊李嘉诚。说起来很有意思啊，在我们的记忆里面，好像有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李嘉诚。第一个是商业之神，对不对？香港精神的化身，李超人。我们小的时候都听过他的故事，白手起家，点石成金。不知道多少人把他的奋斗史当成是圣经，拼了命想要从里面学到那套屠龙术。但是呢，你有没有发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网上大家聊天的时候，会冒出第二个李嘉诚，吸血鬼、地产霸权、掏空香港。你看，这些标签一个比一个狠，全都慢慢的粘在了他的身上。当年人人都想学的那套屠龙术，到了今天，好像又变成了他必须要背负的原罪。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究竟是李嘉诚这个人变了，还是我们审视他的这双眼睛变了？但如果您看过我们上一集讲李嘉诚跟北京40年恩怨的视频，您应该还会记得，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李家的天命之所以会被终结，是因为他没有能够读懂时代的政治密码。但这个就带来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对吧？那个曾经让他获得天命的旧时代，他到底做对了什么？他赖以成功的那样一套商业模式，也就是后来被骂成原罪的那些屠龙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今天这期视频就是上一集故事的 B 面，我们要从政治的台前走到商业的幕后，从解剖李氏家族两台核心的印钞机开始，真正看懂这位时代之子的崛起跟黄昏。想要真正看懂李嘉诚，我们必须要把时钟拨回去，回到故事真正开始的地方，上个世纪中叶的香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二战刚刚打完，百废待兴，但是香港又非常特殊，它成了一个避风港，内地有大量的资本跟人才一下子全都涌了过去。那个时候的港英政府搞了一种经济政策，后来被人称之为积极的不干预。那这个词儿听着有点绕，是不是？说白了就是政府当甩手掌柜，就只负责把法律啊跟基建这些厂子里面的基本的东西，这些规矩弄好，保证大家都能够在我这儿安稳做生意。那至于你们企业怎么赚钱，资源怎么分配，我一概不管，全都交给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你还别说，这样一种非常极端的自由放任，还真的能够给无数像李嘉诚这样的草根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甚至可以说是野蛮生长的舞台。当然了，这背后其实是非常精明的政治算计。殖民政府嘛，它的首要目标就是维护稳定，而且还不能老跟伦敦要钱。那怎么办呢？非常简单，创造一个全世界对于老板最友好的环境，把钱跟人都吸引过来。1949年之后，大批的企业家跟工人从内地来到香港，他们带来了金钱，带来了技术，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带来了一股拼了命想要成功的那个劲头。而李嘉诚呢，就是这样一股浪潮里面最典型的那个代表。1950年，他开了长江塑胶厂，他的眼光特别毒辣，一下子就抓住了欧美市场对于塑胶花的巨大的需求。靠着那个便宜而又好看的产品，李嘉诚很快就挖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可以说，李嘉诚最早的成功就是当时香港那样一个特殊环境的完美产物。政府给他搭好了温室跟舞台，而他呢，用自己企业的经济成长反过来证明了这样一套制度是可行的。而时间慢慢到了70年代，港府也并不是真的什么都不管，比如说他们还是花了时间搞了一个9年的免费义务教育，建公屋、修地铁，但是在最核心的商业竞争跟土地政策上，自由放任绝对还是老大。那这片土壤一方面让经济的活力爆棚，但另外一方面也正因为缺少对于资本的有效限制，为后来我们要讲到的这个寡头垄断悄悄的埋下了一颗种子。好，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底下，李嘉诚从塑料花大王变成了地产商，
完成了原始的积累。但说实话，光做到这些，最多只能让他成为一个有钱人。但是想要成为一个真正能够影响香港权力版图的顶级玩家，李嘉诚还需要一场能够赌上一切的豪赌。而这场豪赌的对手是统治了香港上百年的英国殖民资本。那如果说做塑料花只是让李嘉诚变得有钱了，那么1979年的这样一场收购，直接就让他一步登天，成了香港商界的顶级大佬，甚至改变了香港的权力版图。这个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洋行之战，收购英资巨头跟和记黄埔。您想想看呀，当时和记黄埔那是一个老牌的英国公司，一个巨无霸，但因为它扩张太快，玩脱了，陷入了财务的危机，那控制权就调到了当时香港的实际的央行汇丰银行手里。当时所有人都会觉得，那如果真的要出售这家公司的话，不用想，肯定会把和记黄埔卖给另外一家英资公司，肉烂了也得在锅里，继续维持英国资本在香港的统治地位嘛。当然了，当时汇丰银行的英国大班，一个叫做沈弼的人，做了一个让全香港都惊掉下巴的决定。他非常秘密的用一个低到你不敢相信的价格，把汇丰手里的 22.4% 的和记黄埔的股权卖给了李嘉诚的长江实业。这样一笔交易，不光价格便宜的像白送一样，汇丰甚至还反过来给李嘉诚提供了贷款。就凭着这关键的 22.4% 的股权，李嘉诚上演了一出蛇吞象的奇迹，成了这样一家比他自己公司大得多的英资洋行的新主人。其实这件事情的意义远远超过一次普通的商业并购，它被看作是华人资本第一次战胜了英国殖民资本的标志。但是更深层次的解读是什么呢？你想，70年代末，中英马上就要开始谈香港的前途问题，英国人心里其实也没有底，很多英资公司都想着要收缩，所以汇丰银行这个殖民地经济的权力核心，实际上是想要钦点一个华人来当他重要资产的继承人。他们选择李嘉诚，既是商业上的考虑，也带着一种政治的意图，想要扶持一个本地的华人代表来稳住未来的局面。这样一次并购不仅仅只是一次商业的交易，也是一次政治上的加冕典礼。他清清楚楚地告诉所有人，包括北京在内，未来的香港伴随着1997的临近，话事人将会是像李嘉诚这样既懂得西方的资本规则，又能够深刻理解中国内地政治的新一代华人精英。李嘉诚非常敏锐地抓住了这个历史性的窗口，兵不血刃就拿下了这个遍布港口、零售、地产的商业帝国。这次收购也非常深刻地塑造了他未来的商业 DNA。 在我看来，李嘉诚成功的关键不是技术创新，也不是产品有多牛，而是他对于宏观大势的精准的判断，对于金融工具的娴熟的运用，以及和权力核心建立的良好的关系。这样一套打法成了他日后商业模式的核心，玩转规则，资本运作才是王道。以和记黄埔为平台，他后来把黄埔船坞的土地开发成了黄埔花园。1985年又收购了香港电灯，它的版图越扩越大。那可以说，李超人的诞生就是个人能力加上时代红利，也就是制度环境跟政治转型的一次非常完美的结合。然后历史的车轮就滚进了80年代，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又为李嘉诚提供了一个比香港辽阔100倍的舞台。当时中国的内地什么样？百废待兴，极度缺钱、缺技术、缺管理经验。我在上一期视频给大家提到了一个数字，1978年我们整个国家的外汇储备只有区区 1.67 个亿的美金。在这样一种背景底下，港商就成了内地引进外资最重要的来源。从79年到96年，内地实际用的外资里面超过一半都来自香港。在这样一股大潮里面，李嘉诚毫无疑问
就是那面最耀眼的旗帜。他的港商身份、雄厚的资本跟政商智慧，让他完美的扮演了一个角色，内地在那个特殊时期最需要的样板投资者跟战略合作伙伴。说句实在话，在那个年代，李嘉诚的政治符号的价值甚至超过了他的经济投资的价值。李嘉诚在内地的每一笔投资都被看作是对于中国改革开放路线的强有力的支持，是对于国际社会信心的展示，所以他自然也享受到了普通投资者想都不敢想的便利和优待。这个也完美印证了我们在上一集提到的观点，李嘉诚最核心的投资从来都是对于政治资本的战略性的投资。从80年代获得邓小平的接见，到90年代成为江泽民跟胡锦涛的座上宾，这些在红墙内建立起来的这个深厚的关系，最终都转化成为红墙外无与伦比的商业的优势。那说穿了，其实这也是一种双向的价值交换。内地需要李嘉诚的资本跟名望来为改革开放站台，而李嘉诚呢，也需要内地的庞大市场跟政策的倾斜来完成他商业帝国的指数级的扩张。他把在香港积累的经验成功的复制过去，从北京的东方广场到全国各地的港口地产，他利用自己超级联系人的身份，拿到了大量核心地段的优质项目，开启了长达30年的蜜月期。而红顶商人的形象也就这样在这个过程当中深入人心。好了，李嘉诚的商业帝国横跨全球，但是想要看懂它，我们必须要解剖它的2台核心印钞机，一台在香港，而另外一台在中国内地，两种模式完全不同，但又配合的天衣无缝。我们先说说香港，李嘉诚在香港的角色说白了就5个字，一个高效的垄断者。当超人的光环越来越亮，他商业帝国的版图的扩张也进入了快车道，从房地产开始，迅速的伸向了港口啊、零售啊、电讯啊、能源，几乎所有香港人衣食住行的基础领域。也正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吸血鬼这个词儿开始慢慢的浮现了出来。这样一种指控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建立在冰冷的数据之上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超市这一块，它旗下的百家跟另外一家惠康，2家超市加起来就占了香港超过 70% 的市场，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双头垄断。而电力呢，在香港岛跟南丫岛，香港电灯是独家供应商，你完全没得选。港口码头方面，它参与组建的联盟在葵青港的占有率一度超过 90%。 这个意味着什么？我可以给您描绘一个场景，一个普通的香港市民早上起床，啪的一声打开电灯，这是李家的店，下楼去超市买菜，很有可能你去的是李家的超市，路上你用手机打个电话，你用的可能是李家的通讯网络，这一天下来花的钱很大一部分都会流进了李氏家族的口袋。在这样一种高度集中的市场里面，消费者几乎可以说完全没有议价能力，他只能够被动的接受。这样一种商业模式的核心，我管它叫做基建化的策略。李嘉诚选的赛道几乎全部都是关乎民生、需求非常稳定、门槛极高的行业。他把这些本来应该有良性竞争的行业，做成了像高速公路收费站一样的准公共事业，源源不断的产生稳定而且是巨额的现金流。就拿香港电灯来说，它的业务受到一份叫做管制计划协议的东西的保障。那这份协议说白了，就像一份官方背书的盈利保证书，确保它能够成为一支持续产奶的现金流。那如何保障呢？这个协议的核心是允许电力公司根据它的固定资产净值赚取一个准许利润回报率。
根据2018年生效的这个协议啊，这个回报率定的是8%，这是一个什么概念？说白了就是你电力公司的资产的规模越大，你能够合法赚到的钱就越多。我们看到港灯2023年的年报，它的准许利润是52亿港元，这是怎么算出来的？就是用它高达638亿的固定资产乘以8%。那这个制度设计的初衷其实是好的，为的是鼓励电力公司去投资，保障香港有稳定的电力的供应。而且说实话，香港的供电的稳定性的确也是世界最顶级的。但是副作用也特别的明显，它给了电力公司一个极强的动机，去不断的甚至是不计成本的来扩大自己的资产规模，因为任何合规的投资最后都能够变成固定资产，而在未来的几十年里面稳定的产生8%的利润。那这些巨额的投资成本，那最后由谁来买单呢？当然是通过电费转嫁给了全香港的市民。所以您看，在这个体系，在制度上就决定了公司的盈利动机跟市民的电费负担是死死的捆绑在一块儿的。当这些垄断的商业模式跟香港本身就极度悬殊的贫富差距结合在一块儿的时候，底层香港民众的感受就会变得格外的痛苦。乐施会的一份报告说，香港最富有跟最贫穷家庭的月收入差距高达惊人的 47.3 倍。那些住在笼屋、住在汤房，也就是分割出租屋里的低收入家庭，他们生活的压力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在付完天价的房租之后，剩下的那一点微薄的收入，绝大部分都要花在食品、水电、煤、交通这些必需品上，而所有这些领域恰恰都被李嘉诚等等几大财团牢牢控制着。市民成了寡头经济的俘虏式的消费者，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香港就这样变成了李家的城。所以你明白了吗？当人们批评李嘉诚是吸血鬼的时候，他们批评的不仅仅只是一个成功的商人，更是这样一种让他们完全喘不过气来的经济结构。而李嘉诚作为这个结构最顶端的那个符号，自然也就会承受最多的指责。好了，这样一种在香港建立的现金流的帝国，为李嘉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金钱方面的弹药，可以为他在内地跟海外进行高风险、长周期的投资提供一个坚实的财务基础。但真正让他财富实现指数级爆炸式增长的，是他把目光投向北方以后发明的那一套比香港模式更隐蔽也更具有争议的财富密码。他这套玩法我称之为向时间收税。它采用的并不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那样一套快速开发、快速销售的房地产模式，恰恰相反，它是一个极致的慢开发的玩家。简单来说，就是利用中国早期土地管理制度的一些不完善，用极低的成本在核心城市锁定大量的好的地段，然后就用极其漫长的开发周期，什么也不干，就静静的等着。等什么呢？等中国高速的城市化带来土地价格的巨额的增值。这个本质上是一种以时间换空间的金融套利，它扮演的更像是一个土地银行家，而不是一个传统上的房地产的开发商。那这个指控并不是一个个别的现象，我们可以看看几个典型的案例，而这些都来自于权威媒体的调查。比如说成都的蓝城都会2004年拿到地，然后捂了16年，到2020年才整体上全部卖掉。北京的御天下的项目1997年拿到地，一直到2018年且全部开发完成，整整用了21年。在这个期间，周边的地价已经从每平方米2000块涨到了超过6万块。还有更绝的，大连的黑嘴子项目2011年19个亿拿下来，放了8年，一砖一瓦都没有见过。而到了2019年，转手卖给了融创，卖了超过40个亿，直接获利超过100%。
类似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遍布全国。这个背后是一种非常清晰的商业逻辑，用一个很低的价格进入一个有潜力的地段，然后就用涡流一样的速度去开发，甚至干脆就闲置，慢慢等到城市的扩张，等到政府把地铁、学校都给你建好了以后，等到土地的价值像坐火箭一样飙升之后，最后在市场的最高点把房子卖出去，或者干脆连地带项目一块转手，它赚取的是远远超过正常房地产开发能够获得的巨额的利润。对于这样一种模式，有两种完全对立的解释。辩护方会认为这种做法很精明，而且也完全合法。中国内地房地产市场政策多变，审批复杂，慢工出细活，可以规避风险。这个是用资本的耐性来换取确定性回报的价值投资。但是批判方的声音要响亮得多，他们认为这个说白了就是利用早期法规的漏洞进行的一种变相的土地投机，开发商的核心利润不再是盖房子，而是等升值，他们什么都不做就能够坐享其成，把政府主导的城市发展跟公共投入带来的红利全都装进自己的口袋。而李嘉诚之所以敢如此大胆，并且长期维持这样一种高风险的玩法，他的底气正是来源于我们在上一集详细分析过的他与内地高层建立的那样一种完美的共生关系。李嘉诚的品牌效应能够瞬间提升片区的价值，帮政府高价卖出周边的地区的地块，政府获得了财政收入跟政绩，而李嘉诚则获得了对于土地的长期控制权。说白了，其实也是一个利益交换，因为这样一来，地方政府自然也乐于为他提供各种便利，甚至某种程度上默许这样一种以时间换空间的玩法。而这个模式最巧妙的地方在于风险跟收益的极度不对称。李嘉诚可以用非常少的自有资金，甚至直接用土地抵押给银行的贷款，就锁定了未来几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的收益。而开发缓慢、配套设施长期无法兑现的烂摊子，就留给了当地政府和苦等多年的购房者。这样一种行为对市场造成了非常负面的影响，它占用了宝贵的地块，却没有及时形成住房供给，加剧了供需矛盾。最终就连成都的官方都看不下去了，直接下了禁令，不允许金融机构再给他们提供新的融资，理由就是李嘉诚这个五地五盘的不良行为严重的影响了区域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发展。而这个策略的本质其实是一种监管与时间的套利。李嘉诚用他雄厚的资本买下的不仅仅只是土地，更是未来几十年的时间窗口。他等的是政府的规划落地，是公共设施的完善。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价值的创造者是公共投资跟城市发展本身。但最终这部分公共创造的价值却通过对于时间的占有，成功的转化成为李嘉诚企业的私人利润。这个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纯粹的房地产开发，而是以房地产为载体的一场精密计算的长期的金融投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李嘉诚的这两套运钞机都运转的天衣无缝。不过有句话说得好，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当时代的风向开始转变，曾经成就他的商业模式也变成了引爆舆论的炸药桶。第一次重击来自于一位备受尊敬的局外人，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李光耀曾经非常系统地批评过以李嘉诚为代表的香港大亨模式。他认为香港的顶级富豪通过跟地产的深度捆绑，主导了经济命脉。他们更擅长利用资本和关系去搞垄断，而不是通过科技创新去创造新的财富。这样一种地产的霸权，最终一定会扼杀一个城市的长期竞争力。李光耀的评价杀伤力巨大，因为他是以一个备受尊敬的，而且同为华人社会，而且
治理成功的这么一个局外人的身份在发言，他首次系统性的指出了香港模式存在的内在问题。李光耀把香港民间零散的不满提炼成了地产寡头阻碍创新与社会公平的一个权威叙事。从此以后，对于李嘉诚的批判登堂入室。那如果说李光耀的评价是思想层面的破壁，那么2015年发生的别让李嘉诚跑了这个舆论风暴，则是把他的负面形象彻底钉死的一个转折点。2015年9月，一篇叫做别让李嘉诚跑了的文章在网上刷屏，关于本次事件的政治逻辑以及他如何成为李家与北京关系决裂的转折点，我们在上一集已经做了非常详细的拆解。这篇文章严厉批评了李嘉诚在中国经济面临压力的时候，持续抛售内地跟香港资产，大规模投资欧洲，是道义上的失守。这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对于李嘉诚的评判标准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过去商业上是否成功，变成你有没有在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你跟国家是不是一条心的道德跟政治上的审判。在当时那样一种非常敏感的社会情绪底下，李嘉诚的商业调查被舆论解读为对于中国经济用脚投票，瞬间引爆了舆论场。尽管李嘉诚方面回应说这个只是正常的商业行为，但是理性的声音已经完全压不住汹涌的民意了。这样一次事件把过去10多年以来对于李嘉诚商业模式的所有批评，香港的垄断，内地的囤地，最终汇聚成一个终极的道德指控：不爱国，忘恩负义。李超人的形象为什么会崩塌得如此彻底？我觉得根源在于时代契约被撕毁了。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大家可以容忍你这些做法来换取整体的发展，而当经济放缓，大家开始为分蛋糕而争吵的时候，公众就开始重新审视你这样一种赚钱的模式到底公不公平。那所以过去的李超人就变成了今天的吸血鬼，而李嘉诚不幸成了这个转折点上最具代表性的那个祭品。对于李嘉诚的评价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的，在香港最直观的后果就是经济跟阶层的固化。以李嘉诚为代表的地产寡头深刻地塑造了香港高地价、高房价的经济基础，高昂的租金极大地挤压了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创新的生存空间。资本过度集中于地产跟金融，会导致经济结构单一，创新乏力。而对于普通年轻人来说，高房价就是压在身上的一座大山，向上流动的通道变得越来越窄。最极端的体现就是香港臭名昭著的龙屋跟汤房，人均居住面积可能只有一个厕所那么大，而租金呢却堪比豪宅。这样一些冰冷的数据背后，是一个一个鲜活的个体最基本的生存困境。而在内地呢，李嘉诚的囤地模式在早期跟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一拍即合，共同推进了城市的快速扩张。而当时代的主题从效率优先转向了兼顾公平，这样一种模式的弊端也就暴露无遗。李嘉诚的形象经历了从致富榜样到跑路资本家的颠覆性的转变，这背后深刻地反映了内地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变迁。我们对资本的评价不再只看它创造财富的能力，更要看它是否承担社会责任，是否与国家发展同向而行。当然，对于它的批判也需要听到另外一面的声音。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它所有的商业行为是不是在当时当地的法律框架以内？答案我想大概率是肯定的。李嘉诚是一个玩转规则的大师，但从来都不是一个规则的破坏者。这个就引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我们到底是应该谴责那个利用规则获利的人，还是允许巨大套利空间存在的制度本身呢？其次，在批评他垄断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够忽视他提供的服务质量。就比如说香港电灯来说，香港的供电可靠性高达 99.999%， 是世界最高的水平之一。稳定可靠的电力的确也是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一个重要基石。但是
就在吸血鬼这个标签背后，故事其实还有另外一面，就是这个被指责掏空香港的商人，却也是华人世界里面最慷慨的慈善家之一。那这个究竟是鳄鱼的眼泪，还是一种更为复杂的精神的追求？我们来看一看李嘉诚的第三个儿子，也就是李嘉诚基金会。1980年，他成立了李嘉诚基金会，到今天，基金会已经捐出了超过300亿港元，而其中超过 80% 都用在了大中华地区，核心就是教育跟医疗。据说这个和他自己小时候穷到没有书读，因为战争失去了父亲的经历有着非常深的关系。他的慈善不是简单的给钱，他搞的是一种叫做创业式慈善的模式，说白了就是用投资跟管理的思维来运作慈善项目，追求社会效益的最大化。最能够体现李嘉诚慈善理念的，无疑是他一手创办的汕头大学。李嘉诚曾经说过，基金会是他的第三个儿子，而汕头大学就是这个儿子的核心项目。那至今基金会对于汕大的支持累计已经达到了120亿个港元，而更重要的是，他不只是捐钱，他想把汕头大学办成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试验田。那除此之外，他还创办了全国性的免费汕中关怀服务，捐资创办了长江商学院。你看李嘉诚的这个商业行为跟慈善行为呈现出一种很有意思的镜像关系。在商业上，他通过垄断跟套利实现了财富的极致的集中，而在慈善上又通过大规模的捐赠进行了财富的再分配。这个就引发了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这样一种商业慈善的闭环模式能否有效替代一个更加公平的市场制度和更完善的政府二次分配体系呢？我想这其中的复杂与矛盾，或许只有他自己才能够说得清楚。所以你看，李嘉诚的商业跟慈善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充满了矛盾。但要真正给这样一个时代巨子一个历史的定位，光看他自己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一个参照物，一个来自于外部的同样是重量级的历史人物，也就是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李光耀曾经多次而且是毫不客气地批评过香港的模式，在他看来，香港呢要一种甩手掌柜式的自由放任，说白了就是让几个家族，特别是房地产大亨垄断整个城市的经济命脉。他们给自己赚到了天文数字的财富，但代价是什么呢？代价就是整个市场的竞争被完全扼杀掉了，年轻一代的创业机会也越来越少。他当然是会拿新加坡一个由国家主导进行长期规划的模式来做对比。所以你看，一个强调大市场小政府，另外一个强调大政府强规划，两条路径高下立判。更有意思的是，李光耀对于香港未来的判断简直是冷静，甚至可以说是冷酷到了极点。他早就说过，北京绝对不可能容忍一个有独立政治倾向跟诉求的香港。在他看来，香港的核心功能就应该老老实实的当一个商业中心，别老想着在政治上做什么潮流的引导者。那现在最关键的部分就是，我们把李光耀这样一套政治分析跟我们前面讲到的李嘉诚的商业布局的调整放在一块儿看，你就会发现一个非常惊人的巧合。李光耀对于北京政治意图有非常清醒的认识，而李嘉诚把资本从大中华区分散出去的这个战略的计算，其实两个人在逻辑上是完全一致的。两位战略家都用自己的方式深刻地理解了政治权力的至高无上，并且据此调整了自己的策略，只不过一个是用嘴说，一个是用脚投了票。好了，聊到现在，我们已经把所有的线索，李嘉诚的崛起，他的2台印钞机，外界的批评，他自己的慈善跟矛盾，全部都串起来了。我们能不能试着总结一套贯穿他整个商业生涯的战略原则？我尝试着总结了一下，这样一套非常独特的李嘉诚法则，主要包括5个原则。第一条是获取本地的现金流，说白了就是在自己的地盘上找到那样一种受管制的门槛极高的行业，比如说电力、零售，把它做成垄断，建立一个
稳定、低风险，能够源源不断产生现金流的印钞机，这个是所有商业版图扩张的基础。而第二条就是积累政治资本，和当权的政治力量建立并且维护好深厚的关系，这样你才能够拿到别人拿不到的机会，比如说当年收购和记黄埔，或者早期进入内地的房地产市场。而第三条是善用政治套利，我觉得这一条是大师跟普通商人的分水岭，就是利用你对于地缘政治变化的深刻理解，在市场最恐慌、别人都吓破胆的时候，非常冷静的进去，用打骨折的价格收购核心资产。这样一条原则，不管是在60年代的暴动，还是79年的收购，它都是体现的淋漓尽致。而第4条是保持地缘政治的敏捷性，简单说就是对于地理位置保持务实，而不是感情用事。当一个地方的风险跟回报的平衡开始对你不利的时候，就果断的把你的资本转移到更加稳定、规则更可预测的地方去。就好像他后来像欧洲的战略转移一样，资本没有故乡，只有流向。第5条是以慈善来管理遗产。最后一条就是用大规模高调的慈善事业来作为一种软实力的工具，它可以帮你塑造正面的公众形象，对冲商业行为可能会招致的批评。说白了，这是一种对冲行为或者是声誉的保险。所以你看，不管是这些冷冰冰的李嘉诚法则，还是非常扎实的执行，在公众眼里，李氏家族的商业帝国运转精密、冷酷无情，股东利益最大化始终是最高的原则，而他个人却过着一种近乎苦行僧式的生活。几十年如一日，他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锻炼1个半小时，风雨不改，饮食上极度简单，最爱青菜白饭。所以你看，一方面他是资本市场上那个非常冷静的系统大师，他的商业决策深刻地影响到无数人的生活成本。但另外一方面，他又是一个个人欲望极低、严格自律，把传统的道德观深植于家庭教育的严父。这样一种矛盾跟复杂性，或许才是理解这位时代巨子不可或缺的一环。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评价李嘉诚呢？有人记得他早年是怎么样卖塑料花，也有人记得他在跑马地怎么样端茶。李嘉诚非常隐忍，但也非常杀伐果断。作为创业者跟企业家，他的故事激励了整整一代人。他不是简单的商业超人，也不是纯粹的吸血鬼资本家。如果把它放回到这半个世纪的历史长河里面，我觉得一个更精准的定位，或许是一个极致的时代机会主义，或者说是一个顶级的时代冲浪手。李嘉诚的整个商业生涯几乎完美的踏准了每一个时代的标准版的答案。在港英治下的自由放任时代，他利用制度的红利完成了资本的惊险一跃。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他利用爱国港商的身份获取了无与伦比的市场机会。在全球化高歌猛进的时代，他又把资本投向全球进行风险对冲。李嘉诚的故事雄辩地证明了一个道理：商业模式本身没有绝对的对错，但它跟你所处的时代背景、社会契约是紧紧捆绑在一块的。当一个时代的底层规则跟价值共识发生改变的时候，昨天你赖以成功的屠龙术就有可能变成今天你必须要背负的原罪。所以现在我们可以回答开头的那个问题：李嘉诚的黄昏其实是一个双重的叙事。从我们上一集分析的政治层面来看，他输在了误判时代的方向，没有能够完成从世界的商人到中国的商人这个身份的转变，所以最终没有通过忠诚的考验。而从我们今天解剖的经济层面来看，李嘉诚输在他那样一套曾经大获成功的商业模式，不管是香港的民生垄断，还是内地的土地套利，都和共同富裕这个新的时代的社会契约发生了根本性的冲突。政治上的失宠与商业的原罪互为因果，
彼此印证，共同谱写了一曲个人命运与宏大时代交织的挽歌。那说到底，李嘉诚形象的变迁史，就是我们这个社会在过去50年间对于财富、资本与社会责任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认知演变的一个全过程。我们对于李嘉诚的评价，从崇拜到批判，反映的并不是他个人的堕落，而是我们所处这个时代的进步，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的焦虑。而所有这些最终都会引向一个问题，就是在全球化可能退潮，共同富裕成为核心议程的新的时代，资本应该如何自处呢？昨日的规则已经失效，而新的游戏尚未明朗。下一代的李嘉诚们，他们又将会以何种面貌出现呢？屏幕前的您会如何评价李嘉诚？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分享您的看法。感谢您的收看，如果这个视频对您有帮助，请不要吝啬点赞分享，也不要忘记订阅爱生的频道，并且打开小铃铛。祝您有心情愉悦的一天，谢谢。